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加玛帝国遭到以出云帝国为首的三大帝国围剿，在美杜莎带伤以1打2，明显处于下风的时候，赶来救援的萧炎终于到了。萧炎的到来让正在对战的美杜莎和海波东等人都放下心来，以萧炎的实力，全力爆发足以挡住金焰宗的宗主焰落天或者木兰三老，剩下一人以美杜莎的实力打败他们仅仅只是时间的问题。美杜莎让萧炎对付实力比较弱的木兰三老，木兰三老是靠着功法的玄妙才能有匹敌斗宗的实力，而焰落天是真正的斗宗，真的打起来木兰三老还是比较好对付一点的。在开打前，萧炎给了美杜莎一枚加快恢复伤势的丹药，他的这个举动让美杜莎十分开心。美杜莎对上焰落天后，将战圈拉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给萧炎和木兰三老。萧炎是否能拖住木兰三老，是这场战争最关键的一个点。他施展出天火三玄变提升实力，而木兰三老中的虎头人长老在和萧炎对了一招，发现他有一火后，三人都不敢再小瞧萧炎，他们三人形成一个三角阵型，将萧炎所有的退路都封锁了。被包围的萧炎只能正面面对木兰三老的攻击。在交手几次后，萧炎发现木兰三老修习的三兽蛮荒诀是将三个人所有的力量融合在一起，达到斗宗的层次，但只能供一人施展，而在这个人施展时，其余两人实力都会大降。萧炎在躲开达到斗宗实力的虎头人长老攻击后，迅速攻击狮头人长老，但三兽蛮荒诀是木兰谷最为高深的功法之一，自然没有这么容易破解。他们三人的精气神完全融合在一起，只需要一个念头，斗宗级别的力量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给另一人。感受到木兰三老的气势变强，萧炎也施展出3000雷动的3000雷，两道与萧炎外貌完全相同的银色光影从他体内分裂而出，对着木兰三老而去。木兰三老根本分不出这3道光影哪一道是本尊，而萧炎拼着重伤，在本体承受了虎头人长老一掌后，假装是虚影，最终在另外2位长老掌握斗宗实力时，趁其不备重伤虎头人长老。失去了三兽蛮荒诀的2名木兰长老只是寻常的斗皇巅峰强者，这场战局胜负已分。就在海波东等人重重松了一口气，觉得今天的危机已过时，一道尖锐的音啼声响彻天际，黑山要塞上的海波东等人脸色顿时都变得十分难看。前来的正是毒宗的宗主天毒女。焰落天和木兰二老在看到他出现后，身形不断后退，直接躲到了他乘坐的巨鹰附近。毒宗宗主打发掉木兰二老后，让焰落天对付炎魔盟主，但在看到美杜莎身旁的是萧炎后，戴着面纱的毒宗宗主顿时变得十分挣扎。最后他告诉焰落天不准伤害萧炎性命。毒宗宗主对上美杜莎，一旁的焰落天也找上了萧炎。焰落天仗着自己斗宗的实力，并不把受伤的萧炎放在眼中，但很快他就被萧炎的开山印打得鲜血狂喷。萧炎这一掌让焰落天感觉自己颜面尽失，随后他一拳狠狠地砸在萧炎的背后。看着双眼紧闭坠落的萧炎，海波东赶往战场想要接住他。此时的萧炎正在暗中蓄力3色火莲，等焰落天追上他想要击杀萧炎时，萧炎弹出3色火莲。赶来救援的海波东在看到萧炎的3色火莲出手时，火速掉头离开，生怕被火莲波及。海波东退到城墙边的时候，回头看到再次坠落的萧炎，十分尴尬地朝着萧鼎等人一笑，再次火速朝着萧炎而去。好在萧炎这次挣扎了2下，还是能召唤出背后的火翼，艰难地停留在半空中。重伤的焰落天不敢再对上萧炎，拖着自己残破的身躯逃进了联盟大军之中。萧炎并没有追上去，而是将目光移向了正打得火热的美杜莎2人。正在打斗的美杜莎突然抓住了毒宗宗主的破绽，一掌打在他的胸前。毒宗宗主口吐鲜血，化为一道血剑钻进了美杜莎的手掌中，两人都后退了好几步。毒宗宗主发现自己的面纱在射出血箭时被打落了下去，此时萧炎也看向了他。看着这张熟悉的脸，萧炎不敢置信，但还是喊出了小医仙的名字。虽然毒宗宗主说萧炎认错了人，但萧炎却信他就是小医仙。看着面前神情冷漠、满头白发的小医仙，萧炎突然有种陌生的感觉。他问小医仙变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因为恶难毒体的缘故。当年小医仙离开后，来到了出云帝国一个小山村，在那里他借住在一对无子无女又善良的老夫妻家中。老夫妻将他视如己出，他也过得很开心。但恶难毒体爆发，害死了老夫妻。小医仙在老夫妻的坟前跪到昏迷，醒来时头发就已经全白了。从这次后，小医仙明白自己就是一个灾星，他将自己的善良藏了起来，变成了冷漠无情的天毒女。
望着眼前变得有些陌生的小医仙，萧炎说当年自己说的不管日后他是否走到那个地步，萧炎依然是他的朋友这句话，即便是现如今也同样如此。小医仙说自己已经忘了当年的事。萧炎一步步走到小医仙的面前，伸出手掌想要摸他的脸。小医仙全身是毒，他根本不敢让萧炎摸他，但萧炎却并没有退缩，他一把抓住小医仙的手臂。当萧炎的手掌变得乌黑时，琉璃莲心火顿时出现，将乌黑净化。萧炎让小医仙不要再错下去，再这样下去只会加速恶难毒体的爆发。恶难毒体是天生的，破解的确很难，但萧炎在药老留下的戒指中看到过恶难毒体的控制方法，只要小医仙能控制住恶难毒体，体内的剧毒就可以任他随心所欲的使用。看着萧炎认真的脸，小医仙也终于变得柔和了一些。小医仙告诉萧炎，这次之所以发动战争，就是因为有一个神秘的组织找到他，让他占据加玛帝国，并抓住联盟之主，就给他破解恶难毒体的办法。之所以拖了1年没有发起总攻，也是因为萧炎一直都没有出现，而现在只要萧炎帮他控制恶难毒体，他便遣散大军和3宗之人。萧炎一想便猜到了找小医仙的组织是魂殿，他问小医仙魂殿的人是否还在出云帝国。对于魂殿，他们知道的太少了。萧炎想要活捉魂殿的人，打听药老和肖战的消息，但很可惜小医仙也并不清楚魂殿的踪迹。萧炎和小医仙约定好今夜再见后，小医仙便下令让大军撤退。大军的撤退也让萧炎终于松了一口气，而在一旁的美杜莎因为萧炎和小医仙的关系，说话都带着一股酸味。深夜，萧炎和不放心他的美杜莎等待着小医仙的到来。小医仙因为3军撤退之事姗姗来迟，出云帝国在小医仙的掌控之下，退不退兵是小医仙一句话的事，但金焰宗和木兰谷却不肯退兵，他们宗门的精锐力量一直都还保留着。虽然现在伤势比较重，但只要等宗门的丹药送到，伤势很快就能恢复。只要2大宗门的强者一到，他们2宗就会再次整合，发动攻击。美杜莎提出趁着燕洛天和莫兰3老重伤，直接解决掉他们。萧炎也同意美杜莎的想法。小医仙告诉萧炎，自己会在他们动手之时遣散外围防御，他本人也会提前说要闭关，剩下的就靠萧炎自己了。说完这些，萧炎将破解恶难毒体的卷轴交给了小医仙。想要彻底将恶难毒体控制，需要将体内淤积的毒素尽数凝聚，最后在体内化为一枚毒丹即可。但大陆上曾经出现过的恶难毒体，却没有人能走到最后一步，主要是因为毒丹需要的材料十分难找。炼制毒丹，第一需要3种异火，第2是7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第3是菩提化体弦。3种异火萧炎已经有了，最难的是寻找后面2种材料。不过虽然难，但也比没有希望的好。小医仙让萧炎在动手之前通知他，他会尽力配合他们。在目送小医仙离开后，美杜莎很怀疑小医仙是否可靠，但见萧炎坚持相信小医仙，美杜莎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让萧炎明日随他去一趟蛇人族。蛇人族的长老用秘术得知美杜莎已非处子，他们要求见一见萧炎。在离开之前，美杜莎告诉萧炎不必再想着复魂丹的事情，吞天蟒的灵魂对他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弱，而他早就没有了想杀萧炎的想法。下期萧炎就要见美杜莎的娘家人了，他的心情就是紧张再紧张。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